先诚实一点问你，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，改变世界的关键不是资源，不是流量，不是权力，而是一颗小到会被吸尘器吸走的种子，一点点被藏起来的酵母，还有一块看起来很普通的田，你大概会回他一句，你是不是太乐观？但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31到43节真的就是这样讲天国的，而且他不是在讲童年，是在颠覆我们对成功的整套演算法。耶稣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。先暂停一下，你知道芥菜种有多小吗？小到你会怀疑这能干嘛？耶稣等于在说，天国的开始看起来一点都不厉害，没有盛大开幕，没有万人追踪，甚至一开始连门徒都常常搞不懂他在干嘛。但重点是他会长，而且会长到连飞鸟都来栖息。现代人的信仰焦虑是什么？怎么还没看到果效？我做的这些有用吗？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但耶稣好像在说，如果你只相信一夜爆红，你其实不太懂天国。接着耶稣又来一个更奇怪的比喻，天国好像面笑，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。注意那个词藏，不是放在最显眼的地方，不是贴标语，不是敲锣打鼓。天国的改变常常是安静渗透，无声无息的，等你回过神来，整团已经不一样了。我们很急，但天国不急，我们想马上证明，但天国选择慢慢改变。耶稣好像对焦虑世代说，真正深刻的改变不靠曝光率，靠内部转化。然后气氛突然变得现实起来。耶稣说，天国像人撒好种，却有仇敌来撒稗子，仆人很崩溃，要不要拔掉？主人却说，先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怕一拔，连麦子一起拔掉。这段超扎心，因为他告诉我们，在天国的进程中，混乱不是失控，而是容许。我们很想现在就分清楚，谁对谁错，谁该留下，谁该走。但耶稣说，收割的时候才会到。神不是没看见问题，他只是比我们更有耐心。马太福音13章31到43节不是在讲农业，是在重塑我们的世界观。小的会长大，慢的有力量，混乱中神仍然掌权。3个现代信仰提醒： 1. 不要小看你现在看不见成果的中心。 2. 真正的改变往往不是公开进行。 3. 神的时间表通常比我们的更深更远。天国不靠声量取胜，也不急着证明自己，它安静地长，慢慢地发，直到有一天你回头一看，发现整片田早就不一样了。也许你现在手里的那颗小种子，正是神翻转世界的开始。